邻居10年没交物业费，物业却错断了我家水电。出差回家后，我那价值几十万的白金龙鱼早就一命呜呼。我找到物业索赔，那个操作失误的员工却豪横地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行，这可是你说的，门外的监控在我刚走的那天拍到个身影。我没细看，以为保安巡逻，找出存档却发现是个穿着物业工作服的人打开了门外的电井，断的竟然是我家的电。我气呼呼地拿着视频找到物业，前台的小姑娘却一脸无辜，不可能啊，我们起诉你家对门了，上个月胜诉，他都不缴费用了，不会再去断人家水电的，这不见鬼了。女孩又盯着视频看了会儿，忽然露出一副怎么又是他的表情，怯怯地说，哥，这是老马啊。竟然又是他，是小区的保安，我们之间曾有点过节，有回我点外卖，外卖员到了小区门口，他管人家要烟抽，可小伙子不抽烟，自然没东西给他，老马就故意不放行，拖得外卖员快超时了。外卖员无助地打来电话，我一听差点气炸，本来就饿得要死，还来这么一出。这个老马是小区里出了名的无赖，经常骚扰业主和外来访客。那次我直接杀到小区门口，指着他鼻子骂了一顿，并当场给了外卖员100元的打赏红包。后来我特意去物业投诉，当时物业经理一再向我保证会开除老马，结果他并没有走，而那次经历也让他记恨上了我。他到底什么来头？我忍不住问前台女孩。12315那里有一半的投诉都是跟老马有关系的，到底为啥死活要留着这个人？他在保安岗成天不是刷短视频，就是这个行军床睡觉，物业也知道他什么尿性，通常都是有其他保安看守，随老马在那浑水摸鱼。但有一回其他保安换班吃饭去了，让老马带看了10分钟，结果就这10分钟有救护车过来急救了，当时老马正在打盹，被吵醒他不高兴了，死活不给抬杆，最后病人家属直接砸断到闸杆，再去完医院回来后又把老马揍了一顿。老马不但没受到惩罚，还反手报了警，病人家属倒赔他误工费和医药费。事情到这还没完，老马出院后天天去骚扰那户人家，在人家门口撒尿拉屎，警察给他抓走关了3天，放出来以后又接着去尿去拉，最后却是那家人惹不起，选择了搬家。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到这种地步还稳稳地在物业干着？小姑娘无奈地耸了耸肩，摇头说道，他没什么来头，就是一个孤寡无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他也没什么怕的。一开始接到投诉的时候，物业经理就说把他开除，结果他直接拿着菜刀去了物业办公室，说敢让他丢工作就同归于尽。报警也没用，他坐牢跟吃饭似的，坐几天出来接着骚扰。有一回经理女儿的幼儿园老师打来电话，说有人好像在监视他女儿，一看照片就是老马。3番2次的，物业经理怕了，他有家庭孩子，哪敢跟他硬碰硬，就这样留下了这个隐患。前台女孩劝我，老马那种泼皮没什么顾忌的，他只要别做得太过，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他还说就算你去告他也没用，你赢了他也赔不起那么多钱，最后把他逼急了，真和你同归于尽，他烂命一条无所谓的。女孩说的我倒也听进去了，这老马是个滚刀肉，对付起来确实棘手，但我鱼不能白死，何况哪有什么无坚不摧的人，只是他的软肋还没被发现罢了。那就让我来找找看。刚离开物业就撞见了老马，他正叼着根烟在禁止吸烟的儿童乐园那里瞎溜达，有几个看孩子的老头老太刚闻见烟味，还一份甜意的皱眉问谁在吸烟。瞧见是老马，一个个都夹起尾巴抱着孩子走远了，那无赖得意的笑容让我一阵反胃。见我走近，他竟也主动迎过来，不等我开口，他先说，徐乔，听说你那鱼几十万呢，不愧是给外卖员打赏的人，真有钱。我斜睨着他，一字一顿，一分不少，你都得给我吐出来。他魂不领地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紧了紧拳头，强按想给他一拳的冲动，结果他竟然冲着我报了一串数字，那是我家门锁的密码。我猛然想起，为了防止断电意外，我接了一台储电式的备用氧气泵，一旦停电它会自动开机运作，正常来说撑半个月没问题的。可我到家的时候2台氧气泵都停了，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出差前忘记充电了，难道是他直接开了我家大门进去关的机？对上我怒瞪的双眼，他不紧不慢地说，咋，想报警抓我？我不怕被关，里面管吃管住好得很，出来以后我继续弄你，更何况你有证据吗？我已经红温了，他还在继续挑衅，我不光杀你鱼，我还杀你，杀你全家。你领对象回来，我就先把他睡了，哈哈，反正我孤家寡人，我怕什么呀？这下我实在忍不了了，一拳把他倒在地上，不解气的又踹上几脚。他捂着冒血的嘴，嚷着这里有监控，要报警抓我。不远处一个大爷喊道，
没事的，这里监控坏了，还在修。再说了，你没打人，你在练拳，他自己走路不长眼，撞上去的。说完，树丛旁边冒头好几个大爷大妈，纷纷表示会为我作证。我乐了，多行不义果然必自毙。老马气得爬起来逃远了，边走还边怨毒的回头看我。我知道，他以后还会想办法报复我。他走后，那几个老人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我也算是听明白了。监控是真坏了，貌似还是老马自己弄坏的。昨天有个小孩的妈妈跑去物业说自家孩子在儿童乐园被一个臭烘烘的保安亲了一口，他要调监控报警，却发现监控坏了。大家叫苦连天，说拿这种人一点办法没有，只能拉个群组，互相盯着老马的方位，在群里通报，能躲就躲。我也被拉进了躲老马的群里。这天群里一条消息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4单元901有新住户来了。这一户就是之前老马拦着救护车不让进，结果到被逼走的人家。听说房子一直在挂牌出售，这是卖出去了。见过的人说新住户是个孤寡老头，大家都在为新邻居感到担忧。在儿童乐园跟老马起冲突以后，我家门口每天都有臭烘烘的垃圾，有时候还有死猫死狗。监控清晰地拍到是老马干的，他扔完东西后还要得意洋洋地对着镜头做个鬼脸。而这天我妈过来看我，我正在上班，要她先在家等我。没一会儿，她哭着给我打电话，儿子，刚才有个你们小区的保安过来敲门，说有你的快递。我一开门，他竟然摸了我一把跑了，顾不上请假。我杀回小区，从保安室拎出老马，将他压在地上，给了好几拳。其他保安连忙配合地关掉了监控。老马抹了把流出来的鼻血，仍然一副皮糙肉厚的模样。你妈真是风韵犹存啊，再敢来，我保准办了他。这番话直接激怒了我，我压制着他，发泄似的不断捶他，临了又愤恨地踢了一脚他的烂根子。老马吃痛的嗷嚎不止，终于不敢嘴贱，连滚带爬地溜回保安室，反锁了门。我揉了揉还有点隐隐作痛的手指，想到了一个人，我的表弟林天。他当过拳击运动员，人长得5大3粗，一身腱子肉，生着沙包大的拳头，能打死牛。不过他中途就退役了，原因是他在一次练习中忽然失控，差点打死陪练。经检查，他患上了精神分裂。你老马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杀人不用坐牢的家伙，你怕不怕？因为打人的事，林天在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稳定后出院了，但需要长期吃药和有人监护。他这个情况找工作是不可能了，在家晃着家人也都着急上火，毕竟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听说我让他来做个伴，舅舅舅妈高兴的不行，还直接打了几个月的生活费给我。为了避免麻烦，我亲自回了趟老家接他。恰逢地库这几天渗水，在维修，车只能暂时停在小区外面。走到小区门口，我们见到了惊奇一幕，一个老头正笑容满面的和老马聊天，两人跟亲兄弟似的，还勾肩搭背的。这是之前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画面。正常人但凡对老马有所耳闻，见着他都是绕道走。我打开群聊一看，这个老人就是4-901刚搬来的住户。起初还以为是他不了解老马为人，误入了歧途。群里却已经盖起了高楼，在吐槽新大爷。新来的老头简直是圣母，他在垃圾箱周围翻纸壳子去卖，结果被老马截胡了。老头竟然不生气，还说老马比他困难，就当献爱心了。楼上的是圣父。是的，老头姓张，我爸怕张大爷不了解老马为人，特意偷偷告诉他要小心点，结果张大爷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还让我们多关爱老马，这样他一定会变好。想到我那惨死的白金龙鱼，我翻了个白眼，在群里回复道，雷劈到他身上就老实了。回完信息一抬头，就看见老马直勾勾冲我们走来，他不知死活的对着林天说外来人员登记入内。我知道他故意找茬的，但我们刚开了好久的长途，得先回家休息下，收拾这个老人扎不及于这一时。这是我家客人，业主领着的，不用登记。说完，我便拽着林天往里走。没想到老马还没说啥，一旁的圣父张大爷开枪了，怎么这么不支持保安工作啊？不能欺负底层劳动人民。有人撑腰，老马更嘚瑟的不行，进入保安室拿出纸笔拍到林天身上。我绝望的闭了闭眼。表弟虽然吃药稳定着，但还是要注意，不能刺激着他。他特别讨厌被推搡。没等老马反应过来，他已经被林天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提了起来。他的2条小短腿绝望的扑棱着，嘴里叫嚣着，又想打人是吧？现在我自己当班，没人给你关监控，不要以为你找个大块头来我就怕了，敢碰我一下，我告不死你。气得林天把他丢到地上，不等他回神，又拎了起来。我拿出他的精神鉴定证明，对到老马脸上，睁大你狗眼看仔细了。说完，表弟还配合的啪啪扇了老马2嘴巴子，重复道，看仔细了。你说老马素质低没文化吧，他没事还爱研究点法条，自然也是知道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是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再不收敛，去刺激林天，谁也不能保证他会不会犯病。此刻的老马安静如鸡，愣愣地看着林天，不敢再吱声。半晌，弱弱地说了一句：“好汉饶命。”林天哼了一声，将他丢回到地上，他吓得打了个滚，沾了一身泥。那次之后，老马见着我们都低眉顺眼地绕道走。我还纳闷，这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老登？事实当然是没那么轻巧。最近走在小区里，我发现有些认识的邻居看我的眼神很怪。直到这天，躲老马的群主申请加我为好友，他第一句是：“对不住啊，哥们，我可能得把你踢出群去。”我不解地发了一串问号。他似乎是预判到我的反应，立刻发过来一堆打了码的聊天记录，直接给我人看傻了。有业主私聊找他，说我个人作风有问题，成天和年轻男人住一起，说我和林天生活西化，不希望跟我过多接触，要求把我踢出群聊。而这一切谣言的源头就是老马。我了个大去，这算是造黄谣吗？每个人取向自由，但是不是就不是，不能被胡乱扣帽子，影响我正常恋爱是吧？更何况很多人没那么开放，老马正是利用了这点，直接让我陷入舆论洼地。此时过度自我证明是没用的，更何况这个群里有用的讯息很多，在我解决完那个老登之前，绝对不能退出。我直接反向泼水，住我家的人是我表弟。老马这是掩人耳目呢，他这么大岁数没结婚，有问题的是他吧？而且我还发现他巡逻的时候老爱往大家的车里打量，这要是谁落下个贵重物品，大家对于别人的八卦隐私最多只是感兴趣，但涉及自身利益可就警惕得多。我没被踢出群聊，老马却被优待了，他再不用巡逻，老实在保安室待着就行了，这可让他难受坏了。本来他就没个正事，指着瞎溜达打发时间，但他一走动，别的保安就把他请回去。而这些天群里发布的有关老马的消息，也让我发现了他的突破点。老马就住在小区某单元的车库里，是物业给他安排的住处。他每逢初一15都要在车库门口烧纸上香。一楼住户的墙体都被浓烟熏得黑乎乎的，家里也常年一股糊味。这件事自然也是无解，举报的多了，受害者反而还要被骚扰。老马如此执着，是因为他要拜神保平安。他很迷信，之前曾有人说他最近会有血光之灾，3日之内不能出门，他就真锁上车库，在里面蜗居了3天。在开门时，里面臭得像是死过人。为了验证他迷信的程度，那天又碰到他时，我故作玄虚的阴恻恻地对他说：“买鱼的钱。”他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说了没钱，你叫你家那个大块头打死我，我也没有。我摇摇头，买鱼的钱我不要了。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我。我接着说：“我找高人做了法，那笔钱你来替我挡灾就好了。34万的鱼，你需挡34万的灾。”他脸上的表情很好笑，比得知林天有精神分裂的时候还要惊恐。虽然依旧嘴硬着说我是在湖州，声音却抖得不行。看他的反应我就知道这招有戏。3天后，群里说老马竟然请假了，据说他高烧不退。有好事的人打听了一下，老马是因为撞鬼被吓的，他半夜腹泻还发癔症，非说上厕所的时候碰见个女鬼，被他打了一顿。群里议论纷纷，他应该是吃了不熟的毒蘑菇。昨天我看见他车库门口丢了个泡沫箱，里面有些剑手青的残渣，而且我怀疑是他偷的。快递面单糊了，但能看到收件人不姓马，那估计没啥女鬼，他单纯出幻觉了。上次我吃剑手青还看见皮卡丘要给我做电疗呢，这老登还改不了偷拿别人快递的毛病。上次我给我儿子买的小毛衫被他当帽子戴在头上，还耍无赖说自己拿错了，说还给我，被他戴得又臭又脏，谁还要？他何止偷快递，有次我团购的排骨挂在门把手上，被他拿走了，他说以为是垃圾，好心帮我丢掉。剑手青是我买的，只不过取完快递后，我特意在楼下跟一个大爷夸这玩意儿巨鲜美，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生吃最好。我看见老马溜达到附近顿住了，在那偷听。当然不是巧合，而是我抱着这箱蘑菇转悠很久了，直到碰上老马。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又假装聊嗨了，把蘑菇落在了楼下花坛边上。我在楼上亲眼看到没人之后，他鬼鬼祟祟的过去抱走了泡沫箱。我随即发信息告诉刚才那个大爷，剑手青千万炒熟了吃，至于女鬼嘛，此刻正在我客厅坐着打游戏。专业的拳手知道打哪儿疼，却又不伤人。第二天我特意去了车库门口，老马瘦了一圈，眼圈深深凹陷，正在烧纸拜神。见了我，他露出又怕又恨的表情。我笑眯眯地看着他，你觉得这一灾值几万？他一改往常那什么也不怕的架势，弱弱地说：“别折腾我了，你买得起几十万的鱼，非跟我一个穷苦老头过不去干嘛呀？”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难道过得比他好就活该倒霉？凡事就得忍让退缩，更何况他不是无意造成了我的损失，而是明知于贵，还趁我不在家搞到我家密码，溜进去故意弄死。
主观故意放到法庭上都得重判。他依然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避重就轻，想赖我难为他。见他这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样子，我转身要走，看来是得接着上狠招了。刚走出去几步，他又叫住我：“哎，你说个数吧，我想想办法。”我冷哼一声：“34万，1分不能少。这都是便宜你了，毕竟魔贵好几百呢。”他脸色又僵了，愤怒地挥挥手：“滚蛋吧，你这辈子我都没赚上34万，有本事弄死我，我最多给你2000。鱼鸟市场的金鱼才几块钱一条，谁知道你那鱼是不是真的那么贵？”我的眼神也冷下去，他怎么会不知道？这鱼本就稀少，我拍卖下来之后，特意拜托过物业，万一有停电的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还提供了购买证明和证书。他分明是知道那鱼金贵，才故意弄死报复我。我一脚踢翻了他烧纸的铁桶，神仙也救不了你，咱们走着瞧。那天之后，他当我是瘟神，见我就躲，但依旧骚扰别的业主。这似乎已经成了刻在他血液里的习惯。他看到素质高好说话的人，就忍不住占便宜，去侵犯别人的底线。一段时间过去，他并未再出什么诡异的事，反倒是我的车在开回地库的第一天就扎进铁片，轮胎漏气瘪了下去。师傅来帮我补胎的时候，老马破天荒的亲自领着来到我车位，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不是要我替你挡灾吗？怎么倒霉的是你自己啊？是不是你的大事不灵啊？我根本不恼，笑笑说道：“你急什么？头一回见有人求灾的，回去等着吧，自会大祸临头的。”他破防的呸了一声，气呼呼的走了。当天夜里，老马住的车库便起了火，而他睡得很沉，要不是楼上邻居发现的及时，他就要变成碳烤马了。出院后，他坚称是我纵火，可晚上我根本没在家，领着林天去外地短途游了。监控没拍到任何可疑的人影。起火点是他从张大爷那抢来的纸壳子。消防员推测，他最近天天在门口烧纸，神志看着又不清的样子，没有灭火彻底，导致死灰复燃，火星被风吹出来，点燃了纸壳，引起火灾。老马却说他被救出来的时候，看到纸壳冒着蓝光，他认为那是鬼火。这天我下班晚了些，到小区已经半夜，刚走到地库门禁准备刷卡，忽然后背一凉，接着是一阵剧痛。我忍痛转身，只见老马拎着把菜刀，眼神通红。他一言不发，手起又想刀落，我下意识连忙向旁边一滚，他的刀劈在了墙上。老马追过来，又想下刀，这时单元门忽然被大力踹开，林天气喘吁吁地冲过来，一脚踢飞了老马手里的菜刀，又飞速给了他2拳，拳拳到肉，梆梆的声音很扎实。林天反拿起刀抵着他的脖子，想杀人。我先杀你信不信？老马疯狂地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时一股子尿骚味漫开来，而老马身下一滩黄色液体，他终于是怕了，仰在地面哆嗦着说：“我错了，我受不了了，放过我吧。”想求饶，却没个正经态度，还敢拿刀跟我比划。更何况从他弄死我于那天，就已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我示意林天松开他，然后说道：“这是等着你挡完34万的灾就好了。”他的手无力垂下，神情颓靡。接着只见他猛地跪到地上，哐哐冲着我磕了几个头：“我求求你了，你一定有办法解的，对吧？这几天我总是迷迷糊糊，一睡下就不想醒，我真怕有一天我醒不过来了啊！自己身体欠佳，就紧张的要死，砍我一刀毫不犹疑。”我神色一脸，懒得再同他废话，支撑起来要林天陪我去医院。听到我要去医院，老马立刻说：“我没钱赔你医药费，你报警抓我得了。要不是你欺人太甚，放火烧我车库，我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笑了，用他对我说过的话反问他：“你有证据吗？”竟然还反咬我一口。走前我对他说：“谢自然是能解，就是得花34万。风水师说了，要消多大价值的灾，就得花多少钱去平。我们小区建在一处山脚下面，而半山腰修了个小天坛，人烟稀少，空气清新，每晚我都习惯上去跑几圈。后背的伤好后，久违的我又上去夜跑。跑完往回走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没等我回头，就感到脖子一阵酥麻感，我失控的跌倒，紧接着一条麻绳就缠上了我的脖子。男人粗重的呼气传来，他死命的收紧绳子，但只一下，他就惊呼一声，我脖子上的力道松了开来。回过头，只见老马的脖子上也被套上一条绳子，他身后没有人，却还是不受控的被向后拖着。眼见那绳子越来越紧，他的呼吸也越发困难。老马呵呵呵的吼叫，不断指着自己的脖子。我震惊的问他：“老马，你是想勒死我吗？”他几乎快发不出声音来了，那股无形的力量也停止了。他眼泪鼻涕一股脑的涌出来，不断的咳嗽。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回头看去，空无一人，尖叫着：“有鬼啊！”他头也不回的跑下了山，长长的麻绳还套在他脖子上，像根尾巴在后面拖着。3天后，老马主动找到我，问我要卡号。
我不借，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他面无血色，我管龙哥借的。龙哥也是小区的业主，是老马唯一不敢招惹的人。看派头就是个黑社会大哥，经营的多半也是灰色产业，借高利贷便是他的营收之一。我好奇地问道：你借他的就能还得起了？他讳莫如深，我自有办法，这你就不用管了。钱很快就到账了，而老马也从小区里消失了。群里开始热烈讨论，你们说他上哪去了？真被金龙鱼大哥赶跑了。我是白金龙鱼，我听说他找龙哥借钱了，不知是还不起钱被解决了，还是不想还钱跑路了。不好说，他也真敢招惹，听说龙哥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他消失后没几天，龙哥也搬走了。有人说他在城南的贫民区抓到了老马，跟其他借钱不还的人一起塞进一辆黑面包车里拉走了。再后来，渐渐的就没人讨论此事了，大家的生活都回归了寻常。中元节那天，好多人在路口给亡人烧纸，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张大爷。他神情悲伤，一边往铁桶里丢黄纸，一边喃喃自语：老伴啊，你可以放心了，那个人已经死了，我走上前也随了些金元宝，默念逝者安息。在群里得知901新来的住户姓张时，我的心里就起了一丝波澜。是巧合吗？前任户主也姓张，张大哥为人仗义，我搬过来的时候他还帮我抬过东西，并且这张大爷看长相跟张大哥也有些像，但我当时没当回事，一门心思扑在寻找老马的突破口上。那天我在确定了老马不在他居住的车库附近后，想过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灵感，却发现里面猫着个人影。我壮着胆子拉开了门，竟然是张大爷。他哆哆嗦嗦地在网饮用大桶水里倒一包粉末，看到我，他一慌，却还是果断地将包装袋里的粉末倒了个一干二净。这时我才看清，上面写着毒鼠强。我连忙拎起水桶丢了出去，又打电话喊人再送了桶新的。张大爷在我身旁哀嚎，让我弄死他，我要给我老伴报仇。原来是我们误会了他，他并不是什么助纣为虐的圣父，只是个想复仇的可怜人。他是张大哥的父亲，当年张大娘来帮儿子带孩子，张大爷在老家料理家务，却不想去的时候生龙活虎的老伴，回来却瘫痪了，只有上半身还能动。医生说哪怕早到5分钟也不会留下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张大娘心气儿高，自尊心强，接受不了自己变成个残废。在搬离这个小区之后，她趁家中无人，拽着窗帘把自己拉上窗台跳了下去。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恶棍老马。张大爷气不过，独自搬了回来，想给老伴报仇，假装清静，只是他想多套话，找机会下手。这种渣子，我们以命换命多不值啊！何况大娘已经算是被他害死的，您再搭进去，他一条烂命，凭啥能换2命？我连忙拉他离开车库，一个劲劝慰他。我告诉张大爷，只管继续和他假装亲近，剩的交给我来。在确定老马十分迷信之后，我在垃圾桶旁边丢了一个沾满磷粉的纸盒。1分钟后，张大爷过去捡走，和其他的纸壳子叠在一起。等到张大爷屎满厚厚的一摞之后，老马准时出现，无耻的要走了纸壳子。他将纸壳子背回车库，随手放在门口，照常开始烧纸。这些天，老马总觉困顿，草草烧完，他便进去睡觉了。夜晚风起，将没有灭干净的火星吹到了纸壳子上，引发了火灾。他感到困也是有原因的。张大爷每天都在吃保健品，怕记不住，就随身带着一瓶。贪心的老马见了，直接顺手牵羊，只不过里面是安眠药。而那次在天坛，他想暗杀我，也是张大爷及时意识到不对劲，跟我透露了口风。他看到老马不知从哪弄来一个电击棒和一捆麻绳，虽然他声称自己是为了电狗吃，但抓流浪狗哪用得着上电击器呢？加之节点恰好在他在地库砍伤我之后，我意识到他是贼心不死，想对我下死手了。果然，在我们连日蹲点后，张大爷发信息给我，老马跟着我往山上走了。回家时，我故意引导着他往我们设好的机关那里走，张大爷和林天就埋伏在树丛里。他一对我下手，张大爷先冲过来，将打好结的麻绳套在他脖子上，然后撤离。绳子极长，林天在树后牵着，而套在老马脖子上那结打了特殊的结扣，越挣扎会缠得越紧，并没有什么怪力乱神，桩桩件件都是我们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让他的恐惧值达到最大，大到他觉得再不赔我钱就会丢掉性命，然后他就会去找龙哥。其中每个环节，只要他良心发现，主动终止，便可以逃过一劫。很可惜他没有，还不断的添柴加薪，搞得覆水难收。天坛事件之后，张大爷说老马在愁去哪弄钱给我，我说让他去借高利贷啊。张大爷说高利贷人家也不傻，哪能借给一个完全没有还款能力的赖皮老头。不，龙哥可以，因为他的生意
可不是简单的高利贷，放贷只是个幌子。小区里面有家龙哥开的茶室，他谈事都在这。去了几次，我发现找龙哥借钱的都是些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无亲无故，好吃懒做，没有任何偿还能力。他总不可能是做慈善的。后来我才得知，当他们还不起钱的时候，龙哥就会抛出新的橄榄枝，说带他们去国外发财，去东南亚，每天坐着聊天就可以赚到花不完的钱。这种电信诈骗屡禁不止，是因为总有人抱着不劳而获的梦，而这些人更是渴望这种生活到了极致，总以为自己是那个幸运儿。殊不知，真正的目的地比缅北还可怕。既然龙哥的买卖做到了国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在暗网上搜索，竟真的搜到了他的账号。这让我发现了掩藏在背后的深不见底的阴暗。老马在得知龙哥可以放贷的时候，龙哥也把这个孤寡老赖列入了目标。最后，在张大爷的鼓励下，老马敲响了龙哥的家门。只是老马没想过去什么国外打工还钱。在我随便找来风水师，当着他面随便做了场仪式后，他确信自己不用再替我挡灾了，便溜之大吉，想赖掉借的钱，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要还钱。可龙哥是谁？他想找到只蚂蚁都能拿到一张以学分布图，更何况老马走前告诉了张大爷，他要去啊。烧完纸，张大爷邀请我去他家坐坐。他感慨万千地说，这房子是他们跟亲家4个老人好不容易凑出首付买的，张大哥2口子自己努力还贷。当时觉得日子很有奔头，却没想到惹上一个无赖，毁灭了这一切。他们搬走后，以为风头过去了，曾悄悄搬回来过，没想到老马知道了，又开始天天上门骚扰。张大爷抹了抹眼泪，委屈巴巴地对我说，小徐啊，我以为我们再也回不来了，没想到现在还能邀你来做客。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没事，都过去了，咱们来看视频吧。我打开龙哥在外网的账号，他在国外有很多变态狠毒的客户，有的人喜欢用人当火把练枪，而练习的过程会录下来发到网上，卖火把能赚一笔，而视频订阅更是无穷的收益，区区30几万，龙哥10分钟就赚回来了。而今天的主角是老马，只见他被捆住双手，瑟缩地立在一处练靶场的边缘。这时镜头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一声 run， 听不懂的老马还呆愣在原地，砰的一声枪响打中了他的肩膀，他吓得哇哇大叫，撒腿就跑。镜头随着他移动，开枪的老外心满意足的嘴里不住喊着 nice， 然后又是一声枪响，老马的一条胳膊被击中，他痛苦的跌倒在地，但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如果不跑只会更容易被击中。他不得不咬紧牙关站起来，忍着痛继续狂奔，但他似乎变聪明了不少，知道跑字一行提高射中的难度。这一下可让老外更兴奋了，他连发2枪，一枪被躲了过去，另一枪击中了老马的脚踝，他再也跑不动了，跪倒在地，拼命磕头，放过我吧，我不想死，求求你。大概是他的价值已消耗殆尽，老外兴致缺缺，背影逐渐出现在镜头里，一步步向着跪在地上的老马走去。走到他身边后，枪口直顶着他的太阳穴。不等他祈求完毕，老外狞笑着扣动扳机，隐约还能瞧着老马的额头冒出了烟。我心满意足地关掉视频，和张大爷一家碰杯痛饮。酒足饭饱后，我拿出手机，打开了躲老马的群聊。现在终于可以退出了。